画上句点，何不就让它悄悄入眼？看今天更光鲜，别忘了还有明天。选你将来的志愿，一步步再慢慢去实现。不管路有多远，有多险，有多倦，在这无悔无怨的内心世界，我遇见了美丽丑陋的脸，和酸甜苦辣一一尝遍，但是我情愿为感动，为明天。痛虽然有深有浅，泪擦干，那就会好一点。风虽然看不见，但自由无极限。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你应该知道，其实以你的条件，想找怎么样的女孩子，绝对不成问题的。而我不值得你为我付出那么多。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。转眼间，我们毕业已经10几年了。这里的一切好像没什么改变，除了增添了一些教学器材，比如电脑之外，或者学校的外观都没改变，就连内部的装设跟当年一样。因为我几乎每年都会来这里走一趟。是吗？我虽然在事业上有点成绩，但是我生活还是挺寂寞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始终没办法忘掉这里的每一个回忆。哎，我记得你曾经跟一个男同学在这里打架，还被老师惩罚。对呀，我就是在这里跟君来打架，因为他说他要追求你。当年，我记得你就坐在这个位置，我呢，就坐在这里。这些你都记得啊？这里的每一件事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有一次，国民丢了个纸团给我，想约我去看电影。结果纸团被人家抢去，还被贴在壁报上。从此之后，国民都不敢跟我说话。那不是很好咯？你知道吗？那张纸是我贴在壁报上。他说他要追你，我就要出洋相啊。你呀，害他被大家笑到毕业啊！你还记得吗？以前我喜欢坐在这里温习功课的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很多人知道我喜欢坐在这个位置，从来不会来霸占。当然了，你自己看一看。这些字也是我刻的，不止校舍没变，
这些字也没变，还有我这里也没变。妈咪，我好开心，汤米，什么事情那么开心啊？我可以去海边游泳和骑脚踏车了。哦，我和罗宾决定带他去美国动手术。那太好了，汤米，恭喜你了。谢谢小丑哥哥。哎，不可以这么没有礼貌，要叫黄医生。啊，谢谢黄医生。乖。啊，对了，你可不可以帮我联络上次你跟我提起的美国医院啊？当然可以了，没问题啊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汤米，来躺下，让黄医生检查一下。妈咪，我以后可以玩滑轮吗？可以，我可以爬山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以后可以坐那种转的车吗？那是云霄飞车。啊，我以后可以坐那种云霄飞车吗？行，到时候妈咪跟你一起玩，还有罗宾叔叔也会陪你一起玩，我们3个人一起玩好不好？好。医生，喝点水吧。你平时很少喝酒的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这手生意有问题吗？生意不错。是不是和 Chris 闹意见了？都不是。我以为有了自己的事业，完成了自己的梦想，美满的人生可以从此开始。我太高估自己了。才开始没多久，我就发现没有你的参与，我的理想显得很不完美。你能了解我的感受吗？给自己一点调试的时间吧。我本来也这样想，可是我知道我这种遗憾的感觉会一天比一天更强烈。我曾经尝试把你忘记，可是我最后还是来了这里。你说我们在事业上无法合作，可是在感情上可以和以前一样。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我愿意放弃理想。你喝太多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我只喝了酒，我没有醉。来，我知道你也是要时间调整回来，我明白。我自己回去。
回到家了吗？你回到家就好，不要再喝那么多酒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来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他没事吧？他心情不好，喝了点酒，应该没事。他没事，那你呢？我？你不用心烦啦，我跟你才刚刚开始，你跟他到底有4年的感情了。谁说感情可以用时间来衡量的？你知道我和他已经是过去了，我现在就只有你。走吧，吃东西吧。阿丽，你怎么可以把饭菜打翻呢？阿丽，你这2天都不肯吃饭，为什么？你是不是嫌东西不好吃啊？你看，其他孩子都在吃，我再给你拿好不好？不要不要，好，那你告诉中根狗狗，你到底想吃些什么啊？为什么没有来？我一直在等。什么事情啊？他不肯吃饭，还发脾气，把饭菜都打翻了。阿丽，为什么不吃饭？我不要读书，我不要书包。刚刚我们问他想吃些什么，他就是一直这个样子，说不要读书，不要书包。为什么阿公没有来？我一直在等。阿公，阿丽乖哦，你先把饭吃了，我等一下去帮你找阿公。阿公，为什么阿公没有来？阿丽，你没有听到姐姐说话？阿丽。滚你北，你在吗？滚你北，滚你北。哎，Miss Liu，你也看滚你北啊？是啊，可是我敲了很久的门都没有人应，会不会是出去了？哎，你看他车还在哎，那他应该在家。滚你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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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你北。哎，他每天都到我店里去捡纸皮纸箱，我就看他好几天没有来，担心哮喘病发作，所以来看他了。是吗？他也很多天没有到医院去了。啊？滚你北，滚你北，我是洪师傅，滚你北。我看我们还是去报警吧。啊，滚你北。滚你北！麻烦你让一让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他一定是哮喘病发作了，身边又没有人，才会。原本想叫他去看看阿丽，却没想到阿丽连他最后一面都看不到。
38、36、35。为什么一口气买了这么多双鞋子？顾丽贝啊，他很爱阿丽的，一定是知道阿丽不会留在他身边，所以就买了大大小小的鞋子给他，怕阿丽以后没有鞋子穿。顾丽贝真的想得很周到。阿公到了很远的地方，他不能再来看你了，你一定要坚强啊！阿公呢？为什么阿公没有来看我？我不是跟你说了，阿公他已经死了。你说要带阿公来看我的，为什么阿公没有来？阿丽，你不要这样，你这样阿公会很不开心的。我说我不要书包，我不要读书，你为什么要带这些东西给我？怎么了？我跟他说了很多次，他就是听不进去。糟了，怎么了？骨脆症可能导致耳聋的。慢慢的推出去啊！来，慢慢。妈，下星期我不能来看你了，我要和罗宾去印尼见他父母。温妮他们讲好了，他们也是很期待跟丽珠见面。罗宾说，以后会好好照顾我们一家人的。你想说什么？放心吧，外婆，我也会好好照顾丽珠的。还有啊，Tommy 很快就要到美国动手术了。这次我们真的要谢谢罗宾，这么庞大的医药费都是他出的。又说傻话了，孩子的健康是最重要的，钱呢，其实都可以赚回来。等 Tommy 动完手术之后，我们一家人一起去印尼。谢谢你啊，我们一家人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么开心过了。能让你们一家人都开心，这是我最希望听到的。我还以为这些日子已经离开我们很远了。有一件事情，我想跟你说清楚。什么事啊？我们家是个大家族，在印尼也算有点地位和名望。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协助我，早点融入你们的家庭生活。我会的。不过我父母很保守，我是费了很多蠢事，才使他们接纳你。说真的，我们家族对入门的媳妇要求很高，我不想让他们以有色的眼光来看你。你的意思是？我只能带你一个人回去。你说？我一定会安排你妈住进最好的疗养院，也会给汤米接受最好的治疗和照顾。当然，生活费和医药费，我一定会完全负担。你不是说你很喜欢 Tommy 的吗？难道这不是真的？
我是真的很喜欢 Tommy 的。那你为什么要放弃他？我说过了，我家那边十分保守。如果他们知道你结过婚，又有一个孩子，你以后的日子会在人家的白眼中度过。你让我带他们一起去好不好？反正白眼我已经看了很多，我不在乎看到几个的。可是我在乎，我在乎给你带来的是另一次的痛苦。可是我不可能没有 Tommy 的。立柱，你过去遭受的痛苦，我没办法为你分担。可是你未来的幸福，我绝对不能不放在心上。睡觉啊？睡不着，是不是想妈咪啊？因为要去美国喽。妈咪，坐飞机好不好玩的？在飞机上可以走路吗？飞机飞得这么高，不知道会不会害怕。妈咪，你到时要把我拉紧紧哦。妈咪，我们几时才去美国？去美国？我们几时才去嘛？明天去可以吗？后天呢？那我们几时才去？妈咪，可能不去了。啊，你不跟Tommy一起去吗？不是。是我们都不去了啊？为什么不去了？因为美国风雪很大，会很冷的。我们改次再去好不好？我要去，我要买游泳圈。你说要让我学游泳的，我没有游过泳。妈咪，我要去，我要去，我要去，妈咪，我要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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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去，我要去，我要去。俊森，Joanne，你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在诊所的吗？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刚刚去了人事部面谈，决定回来继续跟你做同事。怎么了？你不欢迎我回来？不是欢迎。那你诊所怎么办？放弃。你不是开玩笑吧？你要放弃你梦想？跟某些东西比较起来，梦想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。我这次回来是准备为你改变的，我会变得跟你一样，做一个充满爱心的医生。Joanne，我约了院长，有事要谈。See you later。Joanne 回来医院工作了。你还有选择的权利的。中肯，阿丽怎么会不见了？
刚才他带阿丽去检查耳朵，回来的时候阿丽想要喝水。我倒水回来给他的时候就不见了，连轮椅也一起不见。有没有四处找找？找过了。他应该还在附近，你们分头去找。快！请问一下，你们有没有看阿丽？10多个小时了，黄医生怎么还没出来？黄医生骨折，脾脏又破裂，还撞伤了头，手术当然不可能在3几个小时就完成。我相信会没事的。你不要担心了，黄医生的人那么好，一定会没事的。金生的情况怎么样？他的伤势很严重，手术虽然顺利，但是还没有脱离危险期。依你的看法，他康复的机会有多大？只要能够醒过来，就会没事。谢谢你，董德阳。不客气。像美丽的图画，我睁开眼睛去寻找一颗心。我们要小丑哥哥，我们要小丑哥哥。怎么啦？珊妮姐姐唱的歌不好听吗？不好听。小丑哥哥会变魔术，你不会。对呀。每个星期二，小丑哥哥都会表演给我们看。今天为什么没有来？对呀，快点叫小丑哥哥来。小丑哥哥有事，暂时不能来。为什么？是不是不喜欢我们了？我们不是很乖吗？不如这样吧，我表演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不好。喂，小朋友们不乖就要回房去喽。哎，算了，我们就要回去。小丑哥哥，我要小丑哥哥，小丑哥哥，小丑哥哥，小丑哥哥。阿丽不吃饭了。小丑哥哥，我们要小丑。这里就交给你们了。小丑哥哥，我们要小丑。好了，我表演给你们看，你们看着哦。阿丽，你怎么不吃饭啊？阿丽，布娃娃不吃饭，肚子不会饿。你不吃饭，肚子很快饿的。是啊，布娃娃不吃饭，说会长不高。你再不吃，也一样长不高的。来，我喂你吃。啊。
阿公这么疼你，生病了也赚钱买东西给你，你不吃饭，他知道了会很伤心的。我们怎么忘了？他根本就听不到。哦。你如果不吃饭的话，阿公他会很伤心的，你明白吗？黄医生呢？黄医生他没事的。对不起。吃饭吧，阿丽。来。俊森，我已经回来上班了，你快点起来，让我们的一切重新开始。你不是很希望我和你一起医治小病人的吗？我可以和你一起唱歌给他们听。你听到了没有？我和董德阳谈过了，他说你脑部的淤血已经清除，脑细胞也没有受损。你是应该醒来的。你是不是因为脑肿胀才会昏迷？你快点起来好不好？大家都在等着你呢。你就是这个样子，永远只会想到别人，忘记了自己。现在你自己看看，你躺在这里，差点把命也赔上，这值得吗？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。如果时间能够倒流，他还是会这么做的。你看，新婚礼那天，你肯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新娘子。谢谢你啊，还这么客气，老婆。只可惜 Tommy 不可以出席我们在印尼的婚礼。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在美国等着动手术。
什么？我已经联络上美国的医生，他要我们下个星期把汤米送过去，只要情况良好，手术就可以随时进行。随时进行？可是现在我们忙着筹备婚礼，哪有时间走得开啊？你不要担心，我会聘请私人看护陪着他过去，好好看着他。做那么大的手术，也不让我过去陪他。我明白你的心情，可是你得尽快习惯你现在的身份。我希望你是一个没有过去的人。汤米那边，你不用操心，他会得到最好的照顾。可是，就是另外一套礼服吧。珊妮姐姐，妈咪，你可不可以留下来？汤米，你怎么了？他最近很爱撒娇。妈咪要走了，珊妮姐姐，你帮我叫妈咪不要走好不好？妈咪要去很远的地方做工了，你帮我叫妈咪不要去。妈咪不是跟你说过，妈咪要做工赚钱，给你出国动手术吗？动了手术，你就可以学游泳、骑脚车，你忘了？没有。妈咪，你不要学游泳，不要骑脚踏车了，你不要去很远的地方做工，好不好？妈咪不是答应过你，一有时间就会来看你的吗？你怎么又不听话？汤米，你要乖哦。等妈咪回来看你的时候，你就会游泳，会骑脚踏车了。一定要回来看汤米哦。小孩子，妈咪又不是不要你，你哭什么？汤米要不要做 goodbye？goodbye 是不会哭的。麻烦你。天上云儿飘下来，飘在我的小床边，一团一团白又白，云儿你听我说。请把我带到天上去，让我飞得高又高。我想看看美丽世界，我要快快地长大。天上云儿飘下来，飘在我的梦里面，我的心愿交给你，请你好好存起来。你真的舍得放下汤米？你说我还能怎么做？他一生下来就失去了健康。别的孩子可以爬高爬低，可是他只要动一下，他就会喘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汤米比别的孩子更需要妈妈在他身边。你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？我也是考虑了几天几夜，才咬着牙做决定的。你不知道，
每次他病发的时候，我只可以干焦急，望着他流泪。我真的害怕随时会失去他。叫他呻吟一声，我的心就好像被刀狠狠的割了一下。我不能让他像正常人的活着，我已经很内疚了。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，你说我能放弃吗？这也许就是我可以给他最好的补偿。孩子要的可能不是这些，补偿对大人来说是祈求心灵上获得解脱，可是对孩子来说，自己最亲的人不在身边，那是一种伤痛，因为那是一种被遗弃的感觉。孩子的要求其实很简单，只要妈妈在身边，就算再辛苦，他们也会满足的。母亲的爱是孩子开心成长的动力。Tommy 比别的孩子更需要这股动力的。我了解 Tommy 现在的心情，我真的不想以后感到后悔和遗憾。Tommy 现在还小，等他长大了，他会恨你的。你们不要再劝我了，只要他做个健康的人，将来他恨我，我心甘情愿。什么事啊？汤米有话要跟你说。他醒了。上车吧。拜托你了。印尼那边我都计划好了，我在大酒店的ballroom订了100桌酒席。喜宴结束后，我们在酒店套房住1晚，第2天到欧洲去度蜜月。这样的安排，你满意吗？以后你可以安心做一个少奶奶，什么都不用操心，生活上一切都让我来安排。能让你感受到幸福，是我最大的幸福。想看汤米和你妈妈的时候，随时可以回来。但是记得跟人家说去度假，别给自己惹来闲言闲语。老王，麻烦你播来听听。妈咪，为什么
你不等我醒来就走了。我跟你说，为什么你不等我醒来就走了？你要去很远的地方做工，为什么不带我去？我很想跟妈咪说有趣。你出国的时候，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，我会很乖，不会乱跑的。可是我怕妈咪生气，不敢说。有多远？我会很想你的，青蛙王子的天。妈咪说过人是不哭的，所以我不能哭的。你会想逃命吗？逃命唱歌给妈咪听，让只有妈妈好。以后你要听这个袋子，要用耳机，别给人家听到。好痛，请妈妈的话。画上句点，何不就让它悄悄入眼？看今天更光鲜，别忘了还有明天。选你将来的志愿。慢慢去实现，不管路有多远，有多险，有多倦，在这无悔无怨的内心世界，我遇见了美丽丑陋的脸。但是我情愿为感动。新传媒电视第8播档。新传媒欢庆电视40年，